你的功夫这么好，就是攻下总领事和深谷大佐急着要找的雅典娜成功吧？乖乖束手就擒，我就放你了。否则，你抓住我的手，别松开，抓住！救我又能怎么样？爹娘和弟弟都不在了，就剩下我一个人，我还被那群畜生给……他不可能接受这样的我，你还是让我死了算了。你说的是你的心上人吧？你们俩彼此相爱，对吗？那你就应该选择活下去。如果换成是你，你也会希望他选择活。你要是死了，他会很伤心的。你别这样。我死了，他的痛苦只是暂时的，可是我要活着，他就会痛苦一辈子。你不懂俗世里边的男人，你是个女孩，他就当你是块宝；你要变成女人了，他就把你当成是根草。与其被他嫌弃一辈子，还不如死了算了。这样他还会念着我对他的忠贞，以后也会想起我这个苦命的人。你放手！你就为了让他惦记你，这样去死，这样值得吗？啊！真傻！人只有活着才有希望。他要是因为你遭遇不幸就嫌弃你，那他对你的爱就不是真的。这样的人更不值得你去死了。你要好好活，忘记过去，从头再来。你一定会等到真心爱你的那个人出现的。我一个人无依无靠，以后的生活无以为继，求小姐收留。刚才那个日本人都说了，你要是跟着我，会非常危险的，你不害怕吗？能跟着小姐这样的大英雄，是我的福分。小姐您放心，我什么都不会说的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无痕，既无痕。
保养了。去你的你！这姑娘行动力那么弱，带着她不太方便吧？没事儿，她很懂事。我既然救了她，就要对她负责到底。
我们今晚行动，我想多救几个无辜的百姓，没跟踪你，巧遇。嗯，行，个星期是吧？时间紧迫，多救一个是一个。好，我往那儿走了。我们往那儿走。好。哎，小心点儿。你也是。妈妈，你看这花好不好看呢？妈妈，走。嘿，哎，这是你的房间，你看看喜欢吗？在你找到自己想去的地方之前，你都可以住在这儿。以后这就是你的家。像我这样的人，还有什么资格生存在这世上？蒙姐姐收留我，我可哪儿都不去，只想在姐姐身边伺候你。好啊，那我们俩以后就一起伺候小姐，正好我还多一个好姐妹。姐姐，你有什么事儿尽管吩咐，我会一定尽心尽力去做，来报答姐姐的救命之恩。好妹妹，我用不着你报答，我只需要你做一件事情。姐姐，你说，就算赴汤蹈火，无痕也奋不顾身的替姐姐去做。这件事就是，从今往后，你要学会保护自己，不仅保护自己的性命，还要保护自己的心。我不明白。无痕，已经发生了的事情，是无法改变的事实。但是你不要再为这件事情感到伤心难过了，那样无济于事。这件事不仅是你的伤痛，它也是你经历中宝贵的财富。你没有因为这件事而死去，那就说明你已经变得更强大了。将来你要是再遇见这种危险的事情，你就有能力和勇气去保护自己了。你要学会救自己。可是我什么都不会，怎么救自己、保护自己呢？所以你就要学所有救自己的技能啊，你才能去找那些杀害你父母的仇敌算账。懂了吗？嗯。这把枪交给你，你要学会怎么用它，让它一起来保护你。姐姐，你对我太好了，你就是我的再生父母。无痕发誓，此生此世永远不会离开姐姐，永远不会背叛姐姐。有违此事，天诛地灭。
领事大人，报告，师长，宫下总领事带着兵，押着一大批民众，把我们大楼包围了，不知道要干什么。在哪儿啊？就在外面的广场上。小日本在干什么呀？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，在这给我添什么麻烦呢？师长，欧阳警长来了。快快快，赶快叫他来，赶快叫他来！欧阳，今天一早士兵已经集结好，这里非常安全，师长你可以放心。什么？你们早就知道这个情况了？那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呀？在没收到准确消息前，不敢告诉你。废话，你现在有确切消息了？可是别人已经集结完毕，兵临城下了，你还有什么回缓的余地啊？亏你还是军校毕业的高材生呢！什么叫战机，你懂吗？师长教训的是。看这个样子是要大开杀戒呀。欧阳，这次他可不是拿老百姓来威胁咱们呀，他是要杀鸡儆猴啊！他那是警告咱们，更是在警告雅典娜，看谁杀人杀得多呀！别看了。赶快向南京政府报告这事儿。是。就这么算了？这些日本人杀害我们中国这么多同胞，我们作为一方政府，难道就坐视不理吗？咱们怎么管呢？是登报抗议、强烈谴责，还是出兵讨伐呀？在协定框架下，没有南京政府批准妄自派兵者，视同叛国。欧阳，咱们什么都做不了。那您可以如实报告这件事情，提醒南京政府干预啊！南京固若金汤，温暖如春，这点小事儿，动不着那里的。
太残忍了！为什么要这么多无辜的老百姓白白牺牲？雅典娜不是代表和平吗？为什么会这样？不会让那么多人血白流的。和平的路会走下去，我们一定会把真正的自由和和平还给他们。山上姐妹灿烂光芒照大地，我们心中充满热情，来到你的手里，你的力量能使人们消除一切分歧，在你光照耀下，恋人们团结成兄弟。上姐妹灿烂光芒照大地，我们心中充满热情，来到你的手里。宫下大人不满意昨天的行动吗？宫下大人怀疑的几个雅典娜对象，昨天一个都没有出现。大佐所说的是国民政府的那几个官员吗？我一开始就觉得不是他们干的。可国民政府是中国的唯一正规军，他们盗取侨民计划有合理的理由。对了，小天君，你要说什么？哦，这是宫下大人下令全城捉拿雅典娜至今所有人员伤亡的报告。在给宫下大人看之前，我先来请示一下大佐您的意见。大佐你，这份报告到我这儿就为止了。我们前后总共抓了354人，可大日本帝国的军士却为此死亡89人，重伤117人。这样惨痛的代价，小田君不怕拿进去，被领事大人直接毙了吗？这些军士肯定死于真正的雅典娜之手。我们在明，敌人在暗，防不胜防啊！那我就加大搜索力度，我就不相信雅典娜真的是神。
小田君，领事大人马上任命你为新的秘书长。你要好好做事，不要让大人失望哦。谢谢大佐提点。哎，大佐，您去哪儿？去找千叶博士。大佐，是在为青山中佐的死亡密码忧心吧？是的，作为大日本帝国最优秀的将领之一，青山中佐的牺牲实在令人扼腕，所以我会尽我所能找到凶手，为他报仇。那么，对他留下的这些密码，大佐有什么线索吗？幽兰无能，至今未能找到任何线索。我曾把数字套进军用密码本，以及现在情报系统都在用的口令编号，可惜都一无所获。后来我想，既然青山是想用死亡密码引领我们找到雅典娜，这些数字说不定就是指向某个特定的人物。于是，我重新排列了这串数字，查了百乐门所有工作人员的工号、全上海的电话号码、车牌号码，以及所有工作人员的生日号码。可经过排查，没有一个是我们要找的。你是说，今天那些枪决的平民？是的。你看这个是不是说，青山中佐他留下的线索，D 字可能是指向人，那么一系列的数字可能指向事件。如果是事件的话，也就是说，地点和门牌。不是门牌号。若是门牌号有8个数字，就可以找到那个人。为什么有个 D 字呢？那就是时间。花田案发生在26日，清水案13日，高桥案18日，而青山案则是27日。27，看，果然是 double one, double two, three, six, seven, eight。博士，我们找到线索了，而这个 D 最有可能的就是中国姓氏的手写字母。那就按照这个方向来试试。董家庄园第一个字母就是 D。对，就是董家庄园的人，或者就是董老爷本人。那有可能。可是我还有一件事想不明白，为什么青山只列举了4件事情？你是说灵奈案吗？按照中佐留下的线索，灵奈案不是D字所为。可是灵奈案很明显是跟盗取侨民计划有关。难道雅典娜和盗取侨民计划的是2伙人？雅典娜也有可能啊。雅典娜是偷取机密文件的人，但灵奈案的真凶可能有第3方。无论结果怎么样，他都是在告诉我们，我们的敌人不止一个。是啊，
小田大人荣升秘书长，您不会介意属下多赢你一把吧？不会啊，我跟。为人下来了，那咱们今晚是不是应该好好庆祝一下？秘书长，您在等人吗？啊，该怎么庆祝？你说。怎么庆祝听你们的，反正我来付钱。今天晚上必须得玩开心了。深谷大佐经常在我面前说你性格豪迈不羁，不拘小节。今天看来果然如此，你很合我脾气。来，我们一起干一杯！来，来，哎呀，小田秘书长，我祝你前途无量，也祝咱们的生意越来越好啊！姜老板，我跟你合作那么多年了，我好就是你好吗？是，承蒙小田秘书长多多关照，来，咱干一杯，来，干一杯。秘书长大人，这要玩得玩得尽兴啊！这美酒和美人，缺一不可呀。野村，我看纳兰和江小姐彼此倾心，不如江老爷成全了他们俩。中国有句古话叫做什么？有情人终成眷属。哎呀，我不玩了，你们光拿我开玩笑，爹。野村呐，你虽然是个中高手，但不能乱点鸳鸯谱。纳兰君，你有空的话，应该约一下深谷大佐出来聊聊，他应该跟你有很多共同的话题。哎呀，还是小田秘书长有眼光啊！啊，凭东少的人品和家世，只有配深谷大佐，那才不至于辱没呀！啊，你们两个那也算得上是郎才女貌了。如果能共结连理，那你可得感谢小田秘书长哦！啊，干一杯，来！哎，琉璃子，恭喜纳兰少爷啊，平步青云，前程似锦啊！这好消息传的就是快呀，是不是？哎，琉璃子来的正好，现在我们最后一把，不如你带我玩吧。好啊，来，纳兰君。一对勾和一对尖，不太比较大。我说话吧。1万。哦，这么大，那我也跟。江老板跟，我也跟。跟1万，全推。你连牌都不看就全推出来了。我的牌天生会克别人的牌，对不对，小田秘书长？所以啊，不用看底牌。这么有自信啊！我不跟了，我也不跟了。跟就跟。3个勾。哇，好大的牌！哎呀，亏了没了呀！开心吗？开心。哎，秘书长，这是一匹后来居上的黑马呀。我只不过是沾了琉璃子小姐的运气而已。没关系啦，纳兰。中国有一句老话叫做“赌场失意，他情场得意呀”。情场得意不就够了？是吧，钱小姐？小田秘书长，赢了那么多钱，你要怎么奖励我啊？那你需要什么奖励呀？
蔡小姐，要不我们去跳舞吧？好呀，陪我去跳舞，走。好啊，来走。好，走。纳兰东少爷是不是很讨厌我呀？怎么会呢？张小姐可爱又端庄，哪个不长眼的会讨厌你？可是刚刚小田秘书长阻止我们交往的时候，你为什么一句话都不说呢？你明知道我爸什么都听小田秘书长的，如果他不同意，我爸肯定也不会同意的。这个我就不明白了。江老板的生意做那么大，为什么要听小田秘书长的呢？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他在生意场上还有什么主见呢？哎呀，我跟你说的是真的。小田秘书长让我爸爸做鸦片生意，放眼望去，整个16铺码头只有我爸的船可以装鸦片。虽然说我爸手头上生意还挺多的，但是眼下谁不知道，只有鸦片生意是赚钱的。所以这个小田秘书长掐住了我爸的喉咙，你说他怎么能不听他的呢？原来是这样。我不管，你赶快去跟那个小田秘书长说清楚。难道你真的喜欢那个深谷大佐？说实话，你比他温柔多了。琉璃子，你在琉璃宫工作那么辛苦，有没有想过离开这儿？我都习惯这儿了，离开这儿我能去哪儿啊？跟着我呀，我养你啊！你养我啊？你养得起吗？我真的不是跟你开玩笑的，我非常喜欢你啊！我希望能给你更美好的生活。像我这样的女人，年轻的时候人人都爱，年纪大了就都闲了吧。即使离开琉璃宫，也会被贴上不光彩的标签。小田秘书长大好的前途，何必为我趟浑水呢？没关系，我可以安排另一个身份给你，只要你愿意的话，没人知道你的过去的。琉璃子，我知道我刚才跟你说的话是有些唐突，但是我是很认真的跟你商量你的未来，你好好考虑吧。如果你做了决定的话，告诉我，我随时为你安排。美哀，哎呀，小田秘书长的舞太潇洒了啊！哪里，小田秘书长不光舞跳得好，酒量也很好呢。对，来，喝一杯。来，女儿啊，快给秘书长倒上酒。好，来，小田秘书长。谢谢。小田秘书长，给我倒杯酒嘛。我的生意还要请你多多关照哦。哎呀，江老板哪里的话呢？来，再喝一杯。来，哎呀，小田秘书长，为了咱们今后的合作，哎呀，哎呀，不好意思，来，我帮你擦一下。小姐，要不要去洗手间清理一下？好，来，秘书长，不好意思，我去一下洗手间。去吧。世北，干。世北，
哎呀，来，秘书长，来。小田跟你说什么了？跟你无关。他的事儿是跟我没有关系，可是你的事儿跟我就有关系了。他是不是你的下一个目标啊？你管好你自己吧，我用不着你管。我做不到。小田和清水不一样，你对他用计，和山岛用自己的。我就算死，也用不着你管。你可以拒绝我，但是你不能阻止我对你好。你可以拒绝我，但是你不能阻止我对你好。哎呀，哎呀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跳得非常之好啊！哎，坐。哎呀，真没想到那蓝军舞跳得这么好。如果有时间，一定得教教我，以后我也可以跟琉璃子跳得更尽兴啊。小田君，你一句话还不是随时的事儿。说起这学习的事儿啊，我们的皇帝想跟你学一下这个管理之道，要不这样吧，我上你那儿去，你忙的时候呢，我跟着你学；你不忙的时候呢，我教你跳舞，怎么样？这倒是个好主意。来，咱们喝酒，干杯！好，来，干杯！野村君呢？怎么不见了？无痕呢？啊，刚才野村不小心把无痕的衣服给弄脏了。无痕刚走，野村就上了洗手间，一会儿就回来。我刚从洗手间回来，也没看见他呀。啊，那我去看看他。小姑娘，你用过枪吗？炸过人吗？小田秘书长，你怎么来了？你还有脸问？你看看你干的什么好事！哎呀，都来了，不过是个服侍人的丫头罢了。谁允许你这么对待人家？回去，我要军法处置你！滚！嘿，老子对你没兴趣，还说
这栗子，你放心，我会严肃处理这件事的。对不起。对不起，说错了。野村他真是个畜生，幸好这次被他主子亲自撞见，倒要看看他有什么下场。只怕是什么下场都没有啊！小田才不会去惩罚野村呢。为什么呀？你别看刚才小田那样疾言厉色的呵斥野村，只不过是碍于我们大家都在场的面子罢了。你想想，刚才知道野村说谎的时候，小田第一个就跑出去找他了。可他从头到尾都没有叫野村向无痕道个歉，也就是说，他心里根本不觉得野村这么做有多大的罪，他只不过是觉得面子上过不去而已。那怎么办啊？咱们要替无痕讨回公道啊，小姐。无痕确实太可怜了，不过这公道啊，恐怕一时半会儿是讨不回来了。小天都说了，要军法处置野村。什么叫军法处置啊？那就是说，他们秘书处自己的事儿，咱们根本就无从插手，无从过问。他处没处置，咱们根本就不知道。这招叫一石二鸟，把所有私下追究的路都给拦截了。他这样做，既保护了野村，又阻止了我们。如果这段时间野村受到什么攻击的话，那肯定是我们协院报复的。小田还真是高明，恐怕他在去找野村的路上，就早已把这些应对的方法想好了。该死的小田，幸好小姐有先见之明，送了无痕一把手枪，要不然这次无痕又要被人家欺负了。姜汤到，第一次煮，亲自下厨房煮的，快快快，为你别压惊，一人一碗来。纳兰少爷贴心。哎，快喝。谁要喝你的臭姜汤？谁让你进来的？出去！这是洗新的房间，他都没赶我，你赶个什么劲？对，这是女孩子房间，不方便。纳兰少爷，你快出去，快出去！哎，等会等会，我好心给你们煮姜汤，你们喝完我再走吧。我才不喝你的臭姜汤呢！拿你的东西滚！我们这儿没有什么江小姐、海小姐的，没人让你勾搭。你该上哪儿上哪儿待着去。你别不识好人心啊！哎，你才不是好人心呢！你这个坏人！我刚刚明明看你和江小姐搂在一起，扭得像一个麻花一样。你这个不要脸的坏人，现在居然还敢出现在这里！小心我告诉欧阳警长，让他把你给打扁！你喝了我的姜汤，你还敢这么跟我说话？我还你！你给我出去！出去吧你！小姐，你刚才是不是对纳兰少爷有点太冷酷无情了？你看他刚才多可怜呀！可怜什么呀？他只是装可怜罢了，自作多情的大混蛋！我才不想理他呢，让他滚得越远越好。我根本就不喜欢他，他来干什么呀？啊，你刚才还骂他来着，怎么这会儿又帮着他说话了？因为在纳兰少爷和欧阳警长当中，我当然是义无反顾的要支持纳兰少爷了。但是刚才是你和纳兰少爷，那我肯定是帮你喽，是吧？这么好。哎，东，好久不见啊！哎，一个人？哦，没有，跟几个警署的兄弟在一起。哎，你呢？很少见你身边没伴儿啊。刚走，有空聊一下吗？啊，有，跟我来，走。我们很久没像这样站在一起聊聊天了。很久了吧？不记得了。在军校的时候，我们再忙也会凑在一起，天南地北，畅谈古今。那时候想，
等到毕业之后，就能进展所学，为家为国谋一番事业。真不知道天高地厚。那个时候是初生牛犊不怕虎，心思单纯，人也自由，不像现在，做什么事儿都要考虑那么多，活得真累。桀骜不驯、得天独厚的李亲王世子，也会说出愁丝百爪的话，这话传出去怕没人相信啊。你有气消，我就是感慨，以前那种无忧无虑的生活，现在只有回忆的份儿了。如果时间能倒流，我宁愿回到那种对世界茫然无知的时候。我不想回去，我的过去没有无忧无虑。打小我就知道什么是忍饥挨饿，大一点就懂得为父母分担了，就知道什么是仰人鼻息。如果不是因为在别人丢弃的报纸上看到军校扩招的消息，说只要通过考试，身体健康就可以入学，我根本就没机会接受正统的军事教育。我想这条路比我想象中要困难得多。但可笑的是，这些困难并不是战场带给我的。我终于明白了，只有自己变得足够强大，才能真正的远离伤害。因为这个世界不是你无心伤人，人就不会伤你的。干嘛这么看着我？你的想法跟原来不一样了。其实没变，我以前也是这么想，为国家谋一番事业。我现在也是这么想的，只是我明白了哪条路行得通。你看，就像漫天的星星一样，有明有暗，别人看不到，只是怪它不够亮而已。你看那些星星，最亮的那一颗，是因为它们站得低，飞行距离长，离我们近，所以眼看未必是真的。遇到事儿得先分析，才能判断出真假。我不觉得，就像日本人，他们侵华企图早已昭然若揭，还需要判断什么？攻下挥挥手，顷刻间300多个无辜同胞的性命就这样没有了。因为他强大，就可以手握超越政府的生杀大权。可我还不明白，攻下手里面的权力不是他自己，是他的国家在这个特殊的时期赋予他的。你所谓的强大，得先强国，后强人。以前我们的看法见解都是一致的，怎么到了今天却完全相反了？懂，不然我们就按照各自的见解行事，看看到底谁的方法是对的。看来今晚我们谁也说服不了谁了。没错。也好，那我们各自行事，看结果。光看结果有点无聊，不如我们加点赌注如何？你想怎么赌？琉璃子，我知道你也喜欢它，只是一直没有点破。今天我们就开诚布公，我就不兜圈子了，谁赢，谁就得到它。它不是我们的附属品，不应该拿来赌。不，说白了，我赌的不是它本身，而是我们男人的一句承诺，谁输，谁就永远离开他。你敢不敢跟我赌？
我正愁我们3个人的关系要怎么解决呢。好，这也算是个途径，我接受。有意思，原来赌注真的能令人血脉为之沸腾。无痕这事儿，我知道，大家都憋着，但是为了大计划，只能这么干。干嘛这么看着我？说的不对吗？东，我觉得你做事变沉稳了。这要是放在你以前的脾气，这么没有天理的事情，哪怕明面上你做不了什么，暗地里你也会找野村麻烦，为无痕讨回公道。再不济呀，也要喝个酩酊大醉麻痹自己。反正不可能现在这样，这么平静的跟我们说这件事情。这个榜样我接受。老大，你这个沉稳啊，是装的，你的内心憋着一股恶气。哎，憋气容易伤身。老大，开会的时候你这么做是杀人灭口啊？该这么严肃的事儿，你拿来开玩笑，不灭你灭谁呀？我开什么玩笑了？我这不是看大家心情都不好，我缓解一下悲惨的气氛吗？我开什么玩笑了？好了，小田这事儿先忍着，我们要以大局为重。董叔要我们从小田身上下手，找到米麦本的下落。我必须要接近他，并且取得他的充分信任。现在我跟小田刚好有个好的开始，不能因为别的事儿影响了大的计划。君子报仇，10年不晚。那琉璃子呢？他有什么计划？他不肯告诉我，但从作案的情形来看，他准备忍下这口气。东，他的下一个目标很有可能是小田或者小田身边的人，你得提醒他。承诺，你既然在琉璃宫，这事儿你得照应照应。我会的，老大。至于江老板和小田卖鸦片的勾当，现在同样不是处理的时候。我们现在先暗中调查，等以后再跟董事说。你们觉得呢？啊，这个没问题啊。江老板的船跟仓库在16铺码头的位置我都知道，我让贸易行的伙计到时候多留点心就好了啊，放心吧。这事儿就交给你了。No problem。余下把今天内容稍微记录一下，然后交给董叔。还有上次董叔说有一个情报室，最近有一个学生领袖会来上海，然后登船去香港。你问问他确切时间，咱们好照应照应。我今晚就去。曲峰，最近银行怎么样？有消息吗？老爷的贷款已经到账了，可是特别奇怪，深谷反而没有去查过账。我在想，他会不会是被一个什么重要的事情牵绊住了精力？确实不像他的作风。我有种奇怪的感觉，自从宫下制造了那个广场事件之后，好多事情都变了，就连空气里面的味道都不一样。管家这是第2次来做客了，我劝你还是招了吧，也省得浪费我们的时间。大嫂，您说笑了，您一定有什么误会。好啊，我就当之前的都是误会。我再问你一遍，花田案之前，你到底知不知道小顾和阿木的地形？操！你要这么说的话，我可帮不了你了。我真的不知道啊。你也是有家有口的人，怎么不想着跟家人好好的过日子，颐养天年呢？你要是再这样下去，
恐怕再也见不着他。大佐，我没敢骗你，我事先真的不认识他们啊。好吧。别！我说的都是实话，我说的都是实话呀。虽然我跟着老爷这么多年，可我一向的工作只是管理庄园的事务，下人都是老爷买来，再由我去问他们会做什么，再去安排工作的。这么多年来，一贯都是这样。案发前，我也只是知道2个年轻人是新来的，我知道的情况也是他们自己说的，其他的我真的一无所知啊！那你总会知道董老爷的真实身份吧？我不知道，不知道。我说。我只知道，老爷在帮共军做事，许多军需物资都是老爷经上海港运出去的。你知道的共党都有谁？内陆联络站在哪儿？这我就不知道了。老爷每次和别人谈话，只关照我在主楼低层的大厅后头，不许任何人接近打扰。哦，对了，你上次去我们那儿拿状元平面建筑图的时候，不也遇见过吗？都什么人到访时，老爷会把你撵出去。凡是去主楼2楼会客厅的，都这样。老爷业务上往来的朋友，各地到上海停留的朋友，上海地面上帮会老大，就连表少爷这样的亲戚到访也是如此。我就分不清楚这些里头哪一些是共军。什么人到访最频繁？于小姐。于夏。是，不过于小姐多半都是由夫人领着上2楼会客厅的，每次去都哭哭啼啼，一路骂表少爷风流成性，对他不管不顾。除了他还有谁呢？没有了。管家先生，不会是在耍？不，我怎么敢耍您呢？我从来不占收老爷的生意，老爷出差也总是他一个人出去，除了表少爷和于小姐，我真的不认识别人啊。报告，大佐，欧阳彻来了，我已让士兵把他带到您的办公室等您。看着他。申谷大佐。嗨。欧阳警长真是稀客呀。怎么，你们警署查到雅典娜的消息了？大佐，我这次来不是为雅典娜的案子。你那天跟我说的那宗生意，现在还在不在有效期呢？哦，欧阳警长又对那宗生意感兴趣了。我当初找你的时候，你不是信誓旦旦的说琉璃子是你的吗？怎么，现在有威胁了？
大家等你吃饭呢。什么时候开始起，纳兰东的琴声里也有忧伤了？我以为你只会灯红酒绿，想不到你也会为一个女人神魂颠倒。昨天晚上回来到现在，你连一个笑脸都没有，你真的变了。你要说我变疯了的吗？我昨天被他赶出来之后，我是在想，要做什么事情让他开心呢？我这是怎么了？你是变成熟了。成熟的人会为了爱情颠三倒四、心神不宁吗？你在讽刺我幼稚吧？什么叫讽刺？你自己都不知道，你变得比以前会压抑自己的情感了。以前要是你想得到什么东西，一定会不择手段去夺取，哪会像现在一样一个人坐在家里暗暗的思念谁？这简直就是个天方夜谭。我以前有那么可恶吗？何止可恶，根本就是个女人的克星。哪个女人爱上你，那可惨了，除了为你伤心流泪，还能怎么样呢？但现在的你却变得让人同情了。你这么压抑自己，到底为了什么？当你真正爱上一个人的时候，他会有一种力量让你变得成熟，变得小心翼翼。你会无底线的去接受他的所有考验，因为你真的会怕有一天他失去了。我傻，可我发现你比我更傻。你以前对我是怎么样的呼之即来挥之则去，现在还为了一个女人沦落到这个地步，我简直无法相信。傻就傻吧，不傻，怎么找到我的真爱呢？神话，东，你究竟知不知道琉璃子到底是什么人？你不觉得她的身份来历很奇怪吗？你不要掉进陷阱里才对，还盲目的以为自己遇到了爱情神话。他以前是什么样的我不管，我认识的是现在的他。夏，其实你去多了解他，多接触他，他挺好的。你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他的武功那么高强？你只知道他是从小父母双亡，被百乐门的老板娘收养。也许他的确很聪明，行动力又强，可是这也不应该作为他甘心成为舞女，周旋在日本人之间的理由啊！不觉得一切很可疑吗？夏，他留在琉璃宫是为了报答林姐，他那身功夫肯定是家传的。至于为什么要反抗日本人，我想跟我们一样吧，都是因为爱这片土地，爱为我们的国家。我们刚开始组织特战队的时候，不也是这个初衷吗？那你就不怕他还有我们不知道的其他背景？你指什么呀？雅典娜，他有没有可能是雅典娜呢？日本人把雅典娜做的事情全都算在咱们头上了。你又来了，前阵子说我是雅典娜，现在又怀疑上她了。因为水瓶座是雅典娜女神的守护星座，谁让你有一个那么可疑的纹身？哦，对了，还有曲风，整天神神秘秘、鬼鬼祟祟的。哎，你说他有没有可能是雅典娜呢？有纹身就是雅典娜呀？那你还跟雅典娜一样喜欢咬猫头鹰呢？那你也是雅典娜喽？哎，我发誓我不是。夏，最近发生了那么多的事情，我开始觉得，雅典娜究竟是谁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她告诉我们所有人，应该拿起手里面的武器反抗侵略。对于琉璃子的行为，不管她的最终立场是什么，我相信她和我们一样，都是爱国。哎，你明显的在感情用事，早晚有一天你会后悔的。两个不同立场的人是永远不可能成为朋友的。当有一天你发现你们两个立场不同而分裂的时候，你就会知道那有多痛苦了。好了，这种话现在说说也就过了。
以后到那里面千万不要说这样的话。以后我们会经常在一起合作，你知道的。如果团队里面出现了矛盾，会很危险的。还有以后啊？还怎么合作？他是狙击高手，你不觉得我们特战队里面如果加入了他是如虎添翼吗？你分明在假公济私。纳兰东，你无可救药了，你不要等有一天发现他在欺骗你的时候再后悔莫及。好吧，我答应你，如果有一天我发现他做了什么的话，我就吴涵，试试这个牛排吧，这可是我们明月吧的招牌菜。哎呀，你看啊，色香味俱全呐，来尝尝。好吃，大家来吃啊！来，我尝尝，快！啊，这个古人说得好啊，一醉解千愁。咱们今天就效仿古人啊，来把这杯干了。哎呀，我说你这个人是来帮倒忙的吧？吴恒本来心情就不好，你还劝他喝酒，你没听说过借酒消愁愁更愁吗？不是，我跟你说，他现在是不肯吃东西，你怎么也让他把肚子灌饱了才行啊。这个更不行了，他都那么多天没有吃过东西了，现在要是一杯红酒下肚，他的胃怎么受得了啊？啊，这样好办，来杯牛奶。你这个笨蛋，空腹喝牛奶会拉肚子的，严重了还会吐呢。那喝点粥暖暖胃吧先。好了好了，别说了，吃吧。无痕不饿，就待会再吃啊。人挺齐呀。哟，老大，吃饭呢？齐心，怎么有人脸皮这么厚啊？骂都骂不走，还要不请自来？这话说的，我这人是脸皮厚，可是我很善良啊，我很有爱心呢，我很温柔啊，是不是？是。这琉璃宫新来了无痕，我也得欢迎欢迎他呀。来，无痕，这条新裙子送给你。纳兰少爷，你来了就好了。知道你最会讨女孩子欢心了，快帮我们劝劝无痕吧，他都好多天没吃过东西了，再这么下去，身体该饿坏了。不吃饭怎么行啊？一定是你们点的菜不合他的胃口。你们先吃，无痕来。去哪啊？小姐，你说他要干嘛？这东西。哎，先生，这把这杯牛奶喝下去。无痕，你看你都饿瘦了，女孩子要是瘦了，可就不好看了。快把牛奶喝了。无痕，你说爸爸妈妈和弟弟，他们在天堂里面吃什么呀？吃什么？天堂里面什么都有，中式的、西式的，鸡鸭鱼肉、牛排、面包，什么都有，随便他们吃。可是他们要是思念你，什么都吃不下去，怎么办呀？那怎么能行？他们要是不吃东西，弟弟会饿坏的，那妈妈也会很伤心的。对呀，就像你现在，你思念他们，什么都吃不下去，他们也会伤心的。所以，把牛奶先喝下去。无痕啊，其实我们每个人心里面都很渺小。你心目中那些强大的人，并不是天生就强大，他们只是比普通人多了一些胆量，多了一些自信。而且他们每次面临痛苦和磨难之后，他们都会比前一次更强大。所以，人只要有毅力战胜自己，还有什么是战胜不了的呢？战胜自己，我可以吗？当然可以了。
这次你就做得很好，至少你不会像以前那么服从和忍受了，至少你会用武器来保护你自己了，已经很有进步了。看那边那些人，以后不管到什么时候，他们都会陪着你，保护你。不管你曾经失去了什么，以后你会拥有他们。还有纳兰少爷你，对吗？当然了，我们以后都是你的好朋友，不管什么时候，我们都会帮助你。记住，以后你不是一个人。嗯，乖，这样好了。来，再来碗小米粥。他肯吃东西啦。我就说嘛，纳兰少爷身上有一种魔力，让谁都抵抗不了。住口！啊，谁让你老帮着这个无赖说话的？来，吴涵坐。谁让你坐了？这里没有你的位置。吴涵，你年纪还小，不懂事，你知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坏人，你很容易上当受骗的。你要分清楚什么人能交往，什么人不能交往。姐姐，谁是坏人啊？这儿没有坏人，我们这里都是好人，坏人都在大街上呢。你看我干嘛？我不是。谁不要脸，谁就是坏人。脸皮厚的跟牛排一样，切都切不下来，我不吃。小姐，消消气，大家好好吃饭嘛，别这样。纳兰少爷他多没面子呀！你看他要是错了，你就让他改，要不然罚他也行。就是别这样晾着他，让他多尴尬呀！狗怎么改得了吃屎啊？我看见这种不知羞耻的东西就生气，要我消气也行，让他滚蛋，永远消失。老大，出来！西西，他们两个怎么了？要不咱们出去看看吧？不用不用，他们俩经常这样，打打闹闹，一会儿就没事了。你先多吃点东西，那么多天都没吃饭了。妈，放开！你凭什么总那么对我？你为什么总要跟我生气啊？我生什么气了？你魅力那么大，三言两语就令吴恒肯吃饭了，我感激你都来不及呢，还生什么气啊？你在吃我的醋吗？你应该很清楚，我这么对吴恒，因为他是你身边的人。我大老远的跑到琉璃宫来劝他，也是因为我不想你因为他的事儿闷闷不乐。我对他所有的好都是冲着你来的。你现在因为他来跟我吃醋？我吃醋，你别自作多情了。我为什么要吃吴恒的醋啊？你爱对谁好对谁好，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你以为你是谁啊？你再说一遍，我们俩没有关系。本来就是。我的男朋友叫欧阳彻，你叫欧阳彻吗？我对你不够好吗？你想做什么，我都会帮你去做，就算再危险，我还是会去做。因为你的一句话，我会想好久好久。我不舍得看见你为难，我也不舍得看见你憔悴。对你说重了话，我会后悔一天。可结果呢？换来你一句我们俩没有关系，对吗？我对你是真心，你为什么要轻视我的感情？疼，放开！疼吗？就让你疼，才不会放弃我。你真是个疯子！才知道我是疯子啊！纳兰少爷，小姐的心上人是欧阳军长，你为什么要这么逼他呢？我们三个人之间的事情你不知道。我知道，小姐跟我说过，他根本就不爱你。这来干嘛？吧台那儿有你的电话。知道了。
你想做民族英雄是吗？我告诉你，英雄只能熬得住死亡。我倒想看看你怎么熬得住生不如死。教训你这个自称兄弟的混蛋！刘令子已经选择跟我在一起，他是我的，什么时候变成你的了？啊？你们男未婚女未嫁的，他随时可以改变主意。抢回琉璃子，不让他跟纳兰东在一起。作为回报，我们答应你，帮你一步一步的拥有权力和地位。东少，您的电话，谢谢。喂，我是纳兰东。侯静元，他们说你在这儿，所以我就打过来了。对了，全福下午出去办年货，和下人们走散了。他身上带大把的钱，会不会遭遇抢劫啊？你叫姑妈先不要着急，我马上回来。让人接下人先找一找。嗯，好，我知道了，咱们回去见。安修，